现在早晨一起来就看到院子里边有好多的兔子，有时候会看见它们在我收获的这些谷物这儿大口朵颐。这些麦子显然已经成为它们的粮仓了。看看这只大兔子，估计靠下边的这些小麦和黑麦很快就会被它们给吃光的。对了，提到兔子，我突然又想起最近发现了小鹿的踪影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看看它还在不在那儿。哇，看看那些鸟。刚才那些鸟是从这里边飞出去的，应该都在吃我这些冬豌豆的干了的种子。这菜园里边野生的葡萄长得还挺不错的，看看结了好多的葡萄。本来想找时间把它们搭个架子给撑起来的，但是一直也没抽出功夫。看这一串串葡萄，如果长期在地上的话，时间长了变红的时候，该被虫子都吃了，而且也容易生真菌。那边还有小的，还挺多的。哦，这一串长得不错。看看小鹿是不是还在那儿？悄悄地走过去。大家看到了没有？真的还在那儿呢。放大一点看看。我感觉这小鹿好像长期就在这儿待着。看看在眨眼睛呢。它现在长大了，警觉多了，我不敢再靠得再近了。小鹿你好。哎呀，跑了！哇，真的大多了。只要稍微靠近它一点，就会蹭的就跑掉了。我不知道它有没有办法跳进来，或者是跳出去，感觉好像是有的。我跟过去看看。哎呦，躲到那里边去了。当初特别小的时候我就追不上它，现在不可能追得上了，跑的实在是太快了。哎呀，还吓出了一只兔子，跑那边去了。不知道它是不是只是躲在树丛、草丛里边，还是说可以从篱笆那个地方出去？好像应该出不去的。我这边应该是篱笆没有那么大的洞。哦，在这儿，有点害怕，就试图在找地方躲呢。这只鹿我感觉它就是一直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待着，平常也不怎么动，直到下午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应该是鹿妈妈会过来。我之所以能发现说是鹿妈妈过来，因为我看到我的菜园里边新种的葡萄被鹿给吃了，所以我感觉肯定是有鹿在附近活动。当初就找了找，结果还真的发现它了。个头长得大多了，身手也矫健多了，不知道它会在我菜园里边住多久。小鹿不要害怕呀，只是想看看你怎么样了。哎呀，又翘着尾巴跑掉了。必须得给它保持有2-3米的距离，否则它就会跑。这鹿长到这么大，应该是有一定破坏力了。我感觉我那些小苗又惨了。看看那个小屁股还有尾巴撅着，还挺可爱的。我估计我想猜到它要往哪儿跑了。看看进葡萄架下边了，那下边有草丛，能躲一下。看在这儿。Hello， 小鹿。我那有麦子，你要不要吃点？小鹿，理都不理我。现在实在是太热了，太潮湿了，在外边待一会儿，身上就已经出了一层的汗了，太难受了。不要进我棚里边啊！看看他蹑手蹑脚的走过去了，看看他想往哪儿走啊？别去吃我佛手瓜！我觉得这些地方的草莓叶子应该都被鹿吃的。想来我大棚，在你背后呢。嘿，小鹿！哇，跑得真是太快了，撒了欢的跑。你把头藏起来也不管用啊，屁股还露在外头，感觉在玩捉迷藏似的，又被我发现了。他好像也挺想从篱笆出去的，又躲到这边来了。我这还有菜园的篱笆，有这种铁丝网，他平常应该是过不去的。
但是我那边的玉米也有被鹿吃的痕迹，不知道是鹿妈妈还是这鹿宝宝吃的。哎呦，它在向我靠近呢，不是特别害怕我其实。鹿，哎呀，鹿还是胆子有点太小了，还回你的窝趴着去吧，我不去打扰你了，去吧。哦，最后它还是又回到它原来的窝了。你就在那儿趴着吧，我不理你了。行了，不去打扰它了，还让它在这地方趴着吧。感觉这儿就成了它的巢穴了，它一直在这儿。这旁边我基本上也就先不割草了，给它一个栖息地，等它长大了离开篱笆了再说吧。看看背面是我一片的南瓜地。其实能发现小鹿还是挺开心的。他跑了一会儿，还是在那儿喘呢，有点累了。行了，你趴着吧，我要走了，不打扰你了。你要是想吃麦子的话，我到时候给你拿一点过来。我院子的后边就是这个地方，篱笆外边还有一块属于我们的地方，但是因为这些地方太荒了，长满了草和各种树木、灌木什么的，平常基本上也没时间过去看看这密密麻麻的树还有灌木。出了篱笆，再往外走个10几米，有一条小溪。我估计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地方常年活跃着一个鹿群，据说是有200多只鹿。然后再后边就是别人家的特别大的家庭农场了，好像是有50多个鹰母。那农场的地里边会常年交替种植玉米、小麦还有毛豆，所以说这些动物其实是有充足的食物来源的。现在树木太茂密了，基本上什么都看不清楚。冬天的时候，如果站在房子上往远处看，还是挺明显的。一大片一大片的地，今年这些佛手瓜算是毁在动物手里了。往年这个时候都已经爬上藤蔓了，今年我连枝都没打呢。这些佛手瓜的遭遇，大家看我以前的视频应该也知道了，就是那只大鹅把我这些佛手瓜给吃了2、3次，而且每次基本上把所有的这种分支芽点都给吃光。这些是又重新发出来的了。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没办法，那些鹅和鸡就暂时先不放出来了。这好不容易这些侧枝已经长起来了，但我还是担心，如果我把它这些侧枝都打掉，留一条让它往上爬的话，会不会鹿又会过来给我吃了？到时候又该重新发出来了。所以正犹豫呢，不打枝也不行啊，不打枝就长不起来了。我可能再观察几天，如果这几天没有什么动物破坏我这些佛手瓜，我就给它整枝了。但是整枝我也不想就只留一条了，太危险了，还是给它留2、3条吧。如果等其中一条爬起来之后不行，我再把另外的2条打掉。这棵是我种的葡萄，也挂了不少果。今年其实都没给它施肥，不过这个葡萄已经长得是很大了。看看下边的枝干已经是这么粗了，旁边还有一棵也是特别粗了。从边上看还是挂了不少的果的。不过这些葡萄最后基本上我们也懒得收获，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实在是懒得打理，没时间。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真菌感染，这棵葡萄真菌疾病已经得了好多年了，一直没有办法彻底治愈。据说是得灌根，或者是把根挖出来，然后消毒重新种植，有可能才行，就懒得折腾了。种菜时间长了，就发现这菜园里边最严重的危害其实是各种各样的真菌感染，实在是太难处理了。尤其是对于很多的树，像这种严重的葡萄树的感染，或者这种山楂树，山楂感染真菌也是太严重、太厉害了。各种方法尝试，只能缓解，根本没有办法彻底的消除掉。看来不管是种树还是种蔬菜，还是尽可能选那些抗真菌感染的品种。品种如果天生的对真菌感染就抵抗力比较强，那到时候种起来或者是打理起来也轻松很多。有些它就天生的对真菌特别敏感，然后一旦感染就特别严重，还很难治。还有一种就是白粉病，其实白粉病也不是特别好治，不管是用溶剂还是用硫这些有机的方式，或者是喷大量的苦楝油，都是能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可能得连续的处理好多次才能治好。而你辛辛苦苦治理好之后呢，过一阵子它又回来了，还得继续的处理，特别的麻烦。
如果要是种这些本身就抵抗真菌的品种，那就容易多了。看我这边西瓜、甜瓜还有南瓜这片区域，这才过了2周左右，这就长得这么茂密了。我当时之所以能发现这只小鹿的痕迹，也是我在这个地里边转悠的时候，突然发现我有一颗葡萄被鹿给吃了。然后我顺这个方向去看，就突然看见一个什么东西在动。现在南瓜已经长起来了，再看小鹿已经看不清楚了，被挡住了。看，放大一点，仔细看的话，屏幕中间的位置还是有一个梅花鹿的身体，而且在那喘气儿呢，一股一股的。这就是旁边那颗被吃了的葡萄。过几天的功夫，现在叶子又长出了一些了，当时都已经被吃光、吃秃了。不过能看到小鹿的话，这些葡萄吃就吃吧，也没有什么那么大的怨气了。这南瓜长得实在是太快了，把我的葡萄都已经压在下边了，我还得找时间把这些葡萄给它吊起来才行，不然的话被南瓜挡住的话长不了了。这南瓜的生长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当时本来种在这一片也是想让它起到一个覆盖作物的作用，这样的话就能抑制旁边的杂草了。结果没想到它都爬到葡萄这儿了，还影响葡萄的生长了。哎呀，找着小南瓜，这儿有一个，这儿有一朵大的花，然后下边有一个小南瓜。这边这棵新移栽的葡萄树结了这串葡萄还挺大，这边还有小南瓜，我感觉应该是有更大一些的，再找找看。哦，那儿有一个大的，一个大一点的小南瓜，哇，长得还是挺漂亮的。这边应该还有一些，看这儿还有一个，这边还有。之前有朋友留言问，想知道我们南瓜是怎么整枝整蔓的。我们其实如果要是不是很忙的话，种的南瓜数量比较少，我们会按照西瓜的方式给它进行整枝整蔓，基本上也就是留个3蔓整枝，主要是以3蔓为主，有时候也会留2蔓或者4蔓。其实很多南瓜的品种，你留单蔓整枝也是没问题的。不过这批南瓜呢，大家也看到了，就像覆盖作物一样，爬满了整个区域了。这种就是我基本上没有进行整蔓的结果。我最后大概会怎么处理呢？就是这些南瓜如果爬得太远，影响我这边走路了，或者是影响我其他的作物了，我会把它靠近的这种尖儿给它打掉，不管它主蔓还是侧枝，会打掉一些。你像前面这个爬得太远了，已经爬到我甜瓜这儿了，那我过一阵子等它再长长，我就把尖儿给它打掉了。以后可能还是找机会做一期视频，专门讲一讲南瓜的整枝整蔓吧，以及对比一下，如果我们不给它进行整枝整蔓，让其自然生长会是怎么样一个结果。其实像很多瓜类，比如说南瓜、冬瓜、西瓜这些，确实是有一个流派，就是不进行整枝整蔓，放任其自然生长，也是会有非常好的效果的。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农场，它种南瓜种一整片，它不可能有功夫给它挨个的进行整枝整蔓，基本上就是放任生长，最后也会结很多很多的大南瓜的。我觉得这些瓜如果选择放任生长的方式，要想让它长的话，主要有2点要做到。一就是种植的时候底肥要充足，如果是家庭种植呢，你最好在它长起来之后再给它追一次肥。第二一点就是像南瓜、西瓜、冬瓜这类，可能确实是有一些个别的品种，你给它进行单蔓、双蔓或者是3蔓整枝，那效果要好很多。但是在我看来，大部分的品种我们放任生长，其实还都是能有不错的收获的。当然很多时候也看你实际情况和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了。如果你只是种3、5颗瓜的话，那我建议还是老老实实的给它们进行一定的3蔓整枝吧，或者是以3蔓为基础的各种整枝方式。整蔓相对于不整蔓来说，是会获得一定额外的收益的，毕竟你付出了劳动嘛。最后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就看你付出的这个劳动对你的整体收益来说是有价值的还是没有价值的。如果你付出的劳动只能让你的产量和质量提高那么一点点，那可能必要性也就没那么大了。这也说明了北美这边大大小小的农场种南瓜往往都是放任生长的，因为这样付出的劳动最少，获得的收益率最高。说实话，像南瓜这些东西啊，以前我往往进行整枝整蔓的时候，如果万一受到病虫害比较严重的影响，那好多时候还不如不给它进行整枝整蔓，得到的结果好呢。哎，我得去干活去了。今年的虫害和真菌感染还是挺严重的，像这颗丝瓜现在都已经有真菌感染的迹象了，还得给它处理一下。花开的倒是挺漂亮的。